最近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词再次成了各国讨论的焦点，说概念咱可能搞不懂，但这道小学数学题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一个水池一边进水一边出水，要多久水池会被灌满？如果用墨水来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水池内的空间则表示大气中二氧化碳容量的上限。墨水流入表示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流出表示二氧化碳被吸收。当水龙头开到最大，意味着碳达峰。当流入的水量等于流出的水量，也就是排放的和被吸收的二氧化碳量相等，这就是碳中和。这道数学题各个国家在谈判场上算了30年，复杂的不是进多少水出多少水，而是各国分别能进多少水能出多少水。在过去快速发展的欧洲和美国，排碳量占了全球90%以上。即使到了1950年，欧美每年的排碳量也在85%以上，并且从1751年至今，美国累计排碳量最大，欧盟次之。当水缸能装下的墨水快要到警戒线的时候，发达国家想的办法却是堵住发展中国家的进水口。要发展必然有排碳。谈判场内无解的争执重复上演，直到最近，一些国家开始着急了。Right now, we're falling behind. 谈判场外，中国发生了什么？来看一个对比：5万美元 vs 5000美元。当中国开始减排的时候，国内人均 GDP 与发达国家相比差了10倍，这意味着我们在更早的发展阶段承担起了更重的减排责任。时间回到7年前，一次重要的会议上，能源革命被定为长期战略，这份决心不一般。会议召开后不久，燃煤热电厂相继被关停。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下，粗放式拼消耗的发展模式成为了历史。2015年到2020年，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几乎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1%的背后是100万人的再出发。当和煤炭相关的就业产业数据开始回落时，另一条曲线正在慢慢的往上爬。很多人知道中国是世界第1大能源消耗国，却可能不知道中国同时也是可再生能源第1大国。这个第一不只要天时地利，还要人和。由于风能、光能不够稳定，续航全看天气，所以如果没有储能技术，新能源始终是个没有底的聚宝盆。当发展走入瓶颈时，中国却给自己定了一个高标准。本来是缺储能，中国硬是把上下游都给补全了，打通了整个产业链，实现了能源生产、存储、传输和利用的均衡发展。中国人还把空间利用到了极致，上面光伏发电，下面放水养鱼，旁边柜子储能，卖电精准扶贫。央行预计2030年前，中国每年碳减排的投资规模将达到2.2万亿元；2030年至2060年，每年的投资规模将达到3.9万亿元。中国的能源结构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当争执不能得出结论的时候，中国的行动让减排的承诺更有分量。如果说能源转型是控制进水口，那森林碳汇便是控制出水口。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森林植物吸收，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的过程就叫做碳汇。中国的森林碳汇能力有多强？我在中国林研院的一位老林业人那里找到了答案。我50%左右的碳的排放被我森林吸收掉了。中国刚好在森林造林里面是全世界领先的，我们造的林子是最多的，人工林世界上第1位。刚好通过造林呢，可以吸收这个我们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过去30年，中国森林植被的碳储量增加了14亿吨，已超过全球总增量。中国人种树有多拼，从西北的荒漠戈壁到东南的沿海之滨，在中国的各个山坡土地上，你都会看到这样，还有这样的人。这在国际上他觉得很惊奇，并不赋予了老百姓在黄沙之上而我们上下一心搞生态建设。我们在种树这件事上低调又努力，绿色的决心正在中国的大地上蔓延。包括部门，包括政府，这是一个明显多了起来。第二个明显多了起来就是企业现在都纷纷找我们咨询，了解这个碳汇这件事怎么做。绿色的决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找到了当年参与“13·5”规划编制生态建设板块的董玉，他告诉我，在2015年，中央先后发了2个特别重要的文件。头一次有一个国家对整个国家的这个生态环境方面的制度来做一次梳理，绿色发展这个东西，它是贯穿于我们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它既是我们的钥匙，它也是我们的路径。绿色这把钥匙如何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2019年，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达22.1%，这个听起来和科技不太沾边的地方，居然连续5年增速排名全国第1。
贵州的突围源自一个契机。在此之前，贵州正面临着煤炭、铁矿资源的枯竭危机，转型迫在眉睫。2013年，中国电信、移动、联通陆续把目标锁定在贵州，意图在这里建立数据中心。贵州气温较低，全年温差小，利用水冷与洞穴为数据中心散热，每年能节约电费上亿元。3大运营商的到来，让贵州意识到水源丰富、气候宜人的自然条件也是资源。绿色发展让贵州实现了能源有效利用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赢。放眼全国，宁夏、中卫、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多个地区也在布局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绿色发展空间。绿色已经成为城市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世界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人类可持续发展需要运用人与自然共生的东方智慧。